自吉林个体女嘉宾小杨，30岁，同样来自吉林，也是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5年对吧？对。有孩子吗？有。多大？4周岁。男孩女孩？女孩。我们先从那个让我特晕的事儿开始说起，好不好？就是自从发生了一件事之后，你觉得他就变了，是个什么事儿啊？我们结婚1年多吧，然后他就说出去打工啊，然后半年多都没有回家啊，就这个事儿吧，到现在为止，就已经是我心里的一个阴影了，就以至于他现在做啥事儿，就是说啥话，我变得都开始不信任他。好，我问清楚啊。就是出去打工半年不回家也很正常，有很多人1年可能春节才回1次家，因为他有联系，因为他不是在外地，就是在本市。啊，在本地不回家？对。半年，那你们打电话联系吗？联系啊，但他刚开始不接，然后后来就是有女的接，所以我就特别纠结。啊。我不知道他在外边干啥。你作为夫人，他在当地打工。你去单位看看他呀。我不知道他干啥，因为他走的时候就说出去打工，没跟我说具体干什么工作。那有没有说在本地啊？没有。那个时候有孩子吗？有，就是因为生了孩子嘛。他说的，咱们压力也挺大，我出去打工吧。哦，最开始呢，我跟他说出去打工呢，也是为了家庭，但是在外面干了1个多月，我就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饭店。啊。当时也没跟我说开饭店呢。因为当时你什么事都多疑，我寻我跟你说了。我肯定得多疑，因为在我给他打电话的期间，有个女的接电话。哦。我也不知道这女的是谁。女的是我开饭店之后，女的是饭店的服务员，这个我感觉很正常。不是你开个饭店，有老婆说就是了，我开了个饭店，这有什么呀？因为他有的时候吧比较多疑，就是只要是我出去没回家，他心里想的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所以呢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你在本地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这搁谁不怀疑你啊？所以我就特别纠结这个事儿。然后后来吧，回过1次家，我本来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的。然后我做饭的时候，他接一电话，然后他就着急忙慌穿衣服就出去了。啊。我就抱孩子下楼追去了。啊。下楼追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一个女的开车过来接他了。哦。然后我就上去把他拽住了，我说这女的是谁呀？然后他也没解释，就上车了。因为什么我不回家？当时就是说我开饭店期间，他一打电话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们离婚吧。那你说我回到家我就面临着离婚。这个行，为了不离婚，所以不回家。我当它是个逻辑放在这儿。说那个女的是合伙人。啊，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因为他多疑，只要是我跟他说是合伙人，他不相信呢。好吧。我当时跟他说离婚，并不是真的要离婚啊。我说离婚就是为了逼他回家，因为他总也不回家嘛。我就想，我都说离婚了，我看你还回不回来？对，后来他怎么回的家？咱们后来，然后第1次去找他，自己去找的。他当时不在饭店。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了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然后他就问我你是谁呀？我说你怎么连我的声你都不知道是谁呢？后来呢？然后我就回家了呗。回家了，过几天我又和他爸爸去找他去了。他看我和他爸去的，就跟我们回家了。但是当时也特别心不甘情不愿。当时他就用那种眼神跟我说：“你可真行，你还把我爸给我找来了。”啊，后来呢？后来不干了。我感觉说我回到家了，你就不应该有一些别的想法了。所以就是我回到家之后，他还是那样，什么事情都多疑，什么都管，什么都问。朋友过生日我去了，我8点走的，我要9点我没回到家，他会一直给你打电话，给你打的就是说你根本你饭都没法吃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干什么去了？你背着我做什么了？你外边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了？你答应我要回家了，为啥没回家呀？过生日肯定男男女女都有。是，哎，他对你好吗？我认为他就没有以前对我好，在乎我，甚至心里边都没有我了。现在啊，你是怎么判断他心里没你的呢？就比如说，我领我家孩子回我妈家过年，他也竟然1个电话都没给我打。每次都是我给他打电话。为什么呀？不太习惯，因为我打小呢，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是上城里做生意，我姥一手把我带大的。所以什么事情呢都不喜欢和别人去商量，包括这么多年吧，别说就是说我俩结婚5年，我不打电话，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打电话说的很少。好，你们俩现在逛街吗？就在日常生活里会一起出去逛吗？逛，我就喜欢挎着胳膊牵他手，他从来都不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结婚5年了，出去逛街也不能说像现在的谈恋爱一样，我拉着你，你拉着我吧，就显示非常好。我们不说逛街这事儿，咱们今天坦诚相见啊。
假设那半年，他可能就是犯了你所想的那个错误了，你现在能原谅他吗？可以原谅他，但是这个结儿在我心里边一直就问你过不去，这你要有，咱们就不叫原谅，就可以原谅他吗？可以，因为有孩子吗？你别说因为有什么，能不再提这件事儿了吗？不能。不敢保证。我今天来了就让他亲口对我说，那半年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就特奇怪了，你就当它发生过都能原谅，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真相呢？我就是一较真儿的人，虽然我跟你继续想往下过，但是我也要知道你这半年干什么去了，你为什么要对我有所隐瞒？开饭店吗？找了个女合伙人，没干嘛。他对我就是有隐私，啥事儿都不跟我说。就是稍的，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的小隐私的情况下，我感觉很正常。我想在我的朋友面前，也给我自己多多少少有点面子，并不是说像那种所谓的妻管严一样，你让我往东我就往东，你让我往西我就往西。他都不知道他对我隐瞒了啥，他都不知道。那你说他对你隐瞒了什么？前1年多吧，我们在一次学习的时候又认识了一女的，那女的是通过我认识的他，然后后来他们俩就联系上了。我每次打电话，他电话通话中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同时也在通话。啊，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？这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？1次这样，2次这样，3次、4次还这样吗？你的意思就是他们俩在打电话呗？对。然后我问他，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事儿？他就说没事儿。我说没事，他为啥老给你打电话呀？又不是你一个男的吧？对不对？学习那学习班里边有很多男的，为什么就盯上你？这只是你的一种猜测，我连那个女的叫什么我都不知道，你这不是无稽之谈吗？你跟我说像这种巧合，大概巧合了几次？4、5次吗？是在1天之中，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？周期是很长一段时间。多长？半个月左右吧。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只是证明你的心疑点太多。好了，没打过电话？没有。确实没打过？没有。就包括这些年我俩结婚之后，从发生那件事之后吧，就为了让他放心，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出去洗个澡，买个烟，包括我兜里的零花钱都是有数的。这不挺服管的吗？那我也得把这日子过明白的呀，我不能稀里糊涂。你还要怎么明白啊？我已经糊涂了5年，不能再糊涂了吧？你真糊涂假糊涂啊？真糊涂。我看你一点都不糊涂。老师们，您把话说破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两位好。老师好。哎，这位女士，我是觉得正是因为你糊涂，所以你才能跟你老公过5年。如果你要明白了，估计你们俩1年都维持不了。你们俩这个呢，就是非常典型的夫妻感情不和。那夫妻感情不和呢，有2种。第一种呢是先天的，就是2个人可能抱着很强的目的走进了婚姻。您需要一个老公，他需要一个老婆。到了这个年龄了，父母长辈、同学都说你呀该结婚了。第2种呢，我个人觉得是有感情，但是婚后因为很多的一些性格呀、沟通啊、误会啊，造成了夫妻感情不和。我个人觉得这2种情况在你们俩身上都发生了，只不过呢，你发生的是第2种，他发生的是第1种。这位先生，你结婚很有可能是抱着很强的目的性，你并不是很喜欢他，但是你觉得我应该需要一个妻子，有一个家庭，这就造成了你们婚姻不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他对你有感情，他希望你有所回馈，但是你不能给予他，所以他心生怨气。我觉得刚才赵川老师问的一个问题非常的精彩，就是你要真相干什么？我真的觉得很多女性在这个问题上分不清楚你要真相做什么。你稀里糊涂的能跟他过5年，如果真相摆在这儿，你怎么跟他去过呢？你要这样的真相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有一句话叫难得糊涂。我相信你的老公也知道，你说离婚只是解决你们婚姻之间问题的一种手段，对吧？对。但是不要让手段变成目的，就是到最后我提离婚，到最后真的成离婚了，这就是手段变成了目的了，跟你的想法背道而驰。当时没有办法呀。是没有办法。正为什么没有办法？因为你解决婚姻的办法当中只有一个，离婚，就用离婚来解决。你的心里的怨气太多了，
坦白讲，你的心里的怨气有50%是你爱人带给你的，但是有50%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们两个人的生活中，你是不是缺乏安全感？对。安全感就像是一个人的钱包，你觉得你的钱包是放在我的身上，在场嘉宾的人身上，还是放在你自己身上可靠呢？当然放在我身上了。对，安全感就是这样，安全感不要找外人要。你把钱包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，你打电话只要给他打不通，你立马就会担心是不是他卷钱跑了。可是你放在自己身上，就永远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，但是我希望你能意识，就是你对他的这种负面的东西，其实让自己变成个怨妇，对你的家庭非常不利，它直接会影响你对婚姻的规划。所以如果你要是希望你们的感情复合，能婚姻走得更长久，这个招儿不要再用了，好吗？他们俩往这一站，让我想起2个兵器，一个是矛，一个是盾，这边攻击，那边在防卫。真相吗？听2位老师说了以后，还想知道真相吗？不想。真不想了？刚才他已经说了。我如果说我这儿有盘带子，就是那天他跟那女生在一起的证据，你要吗？要。你看，真相，你告诉我什么叫真相？其实真相很难说清楚，因为真相是无穷无尽的。你比如说，你老实告诉我那天你干了什么，我告诉你那天我跟那个女生在一起。这是真相吗？马上你又。
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想信任你，但是我就是信任不起来，可能是还是之前那个阴影吧。所以我希望以后你出门办事儿能尽量跟我说的详细一些。可能我生平就是一个这么多疑的人，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。我只能说，让我们双方都多一些宽容吧。没了。话说的太多，一时半会儿也挽不回来，就让时间证明吧。我补充一句，多说话也有强化，有时女人可能希望你说几句话，别这个你字是金似的啊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哎呀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距离爱奇艺，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主动点儿。来，往中间站，拉老婆的手，拉着。我一般不爱提这要求，但是我今天必须提，你亲他一下，稳啊，稳。那于老师分析那对，其实不都是为了要爱吗？咱换一种方式会更好，以后上街就拉着他的手，拉着零花钱走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好，谢谢你们俩，慢点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新的家庭生活和里程的开始吧。各位，请见证。经过这次，我希望我们俩给对方一个宽容的心，也让我们的爱情走得越来越远。我以后也会试着尝试，越来越信任你。谢谢。我爱你，老公。我也爱你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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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妈呀，这个酸呐！来，请亮灯吧。还想不想知道真相？嗨，我这儿有袋子。我送你吧，要保湿，易背湿，真相就在袋子里。领导拿着吧。走吧，回家吧，好好过啊。